黄帝内经说，古中医认为，打开一个穴位，几乎可抗百病。中医的穴位有几百个，究竟打开哪一个穴位可抗百病呢？仔细研究了一下，只有这个穴位可以做到，因为它可以从先天调理人体。这个穴位就是太溪穴，它可以抵抗眩晕、耳痛、耳鸣、中耳炎、慢性风湿关节炎、湿疹、麻疹、黄褐斑、雀斑、前列腺肥大、阳痿、月经困难、痛经、月经不调、肾炎、膀胱炎、夜尿症、神经和情绪不稳、心情亢进、头部充血、失眠、手脚过度虚冷、支气管炎、喉咙痛、气喘、便秘或眼袋浮肿、黢黑眼圈、美白肌肤、增强记忆力、改善听力及视力、增强身体抵抗力、减少感冒的发生等等疾病。这个穴位就在脚跟部位，它是肾经上一个特别重要的穴位。当我们用手指按这个穴位时，马上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一条动脉在跳动。因此太溪穴是古代足诊三脉中决生死、处百病的三大独特要穴之一。古代很多大医面对病垂的病人，就是用这个穴补肾气、断生死。简单说，就是如果在这个穴位上仍能摸到跳动的动脉，说明病人肾气未竭，还可救治。如果这里没有跳动，就说明病人阴气缠身，就比较危险了。古中医认为，太溪者，山之谷通于溪，溪通于川，肾藏志而喜静，出太深之溪，以养其大志，故名太溪。太，大也；溪，溪流也。太溪就是大的溪流，也就是说，肾经水液在此形成较大的溪水。从这个释名可以看出，此穴可以源源不断滋养人体的肾脏之水，与肾脏的健康息息相关。大家都知道足三里穴是强身大穴，但如果与太溪穴相比，足三里穴偏重于补后天，太溪穴偏重于补先天，所以要补先天之本就得从太溪穴开始。因此太溪穴不但是肾经的大补穴，它还是全身的大补穴。太溪穴也是人体阳气汇聚的一个重要之地，凡是寒凉体质的人都不妨通过长久太溪穴，让温暖的生机进入寒体之内。按压太溪穴不仅对小腿和足部症状有效，且对阴血压异常所引起的眩晕、耳痛、耳鸣、中耳炎等耳部疾病、慢性风湿关节炎、湿疹、麻疹、黄褐斑、雀斑等皮肤症状、前列腺肥大、阳痿、月经困难、痛经、月经不调、肾炎、膀胱炎、夜尿症等症状有效，对神经和情绪不稳、心情亢进、头部充血、失眠、手脚过度虚冷、支气管炎、喉咙痛、气喘、便秘、痔疮及祛痘、祛斑、祛眼袋浮肿、黢黑眼圈、美白肌肤、增强记忆力、改善听力及视力、增强身体抵抗力、减少感冒的发生等症状很有效。故此，揉开这个穴位，几乎可抗百病。太溪穴很好找，它位于足内侧，内踝后方与脚跟骨经腱之问的凹陷处。用手指按揉有微微的胀痛感。揉太溪穴时，很多人根本没反应，尤其是身体虚弱的人，什么反应都没有，而且一按就凹陷下去了。这时，不痛的一定要把它揉痛，痛的要把它揉得不痛。归根结底，就是要把气血引到脚底的涌泉穴去。所以说，要想滋阴补肾，修复先天之本，就必须激活肾经。而要激活肾经，就要从太溪穴着手，也就是从源头开始。太溪穴就是肾经的源头，通过按这个穴位，让它再撞击，通络别的穴位，最后把整条肾经都打通。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最后你就会发现整个身心在不知不觉中都改善了。太溪是肾经的原穴，原穴能够激发、调动身体的原动力，但调动起来后一定要把它储藏起来。储藏到哪里呢？最好的方法储藏到涌泉穴。一些从事修炼的人认为，
风助涌泉对健康很重要，因为它能够帮助疏通人的12经络，所以像每天搓脚心、做金鸡独立、泡脚之类的保健方法，其目的就是为了打通肾经，引火归元。它具有滋肾阴、补肾气、壮肾阳、理包宫的功能，也就是说，生殖系统、肾阴不足诸症、腰痛和下肢功能不利的疾病，太溪穴都能治。打开太溪究竟有哪些功效？现有代表性的举例如下。首先，它擅长于滋阴补肾、通调三焦，凡是肾虚引起的各种症状，如腰酸、头晕、耳鸣、脱发、牙齿松动、哮喘，还有男人最担心的性功能衰退以及妇女的习惯性流产，都可通过刺激这个穴位收到明显的效果。按揉太溪穴有利于绝大多数肾脏疾病，如慢性肾功能不全、慢性肾炎、糖尿病、肾病等，特别对患有慢性肾病，同时表现为浮肿、腰酸腿冷、浑身乏力的患者效果最为明显。有人经常足跟痛，这就是肾虚。您应多揉太溪穴，顺着太溪穴把肾经的气血引过去，只要太溪穴被激活了，新鲜血液就会把淤血冲散吸收，然后再循环带走。为什么会痛？痛就是有淤血停在那里不动了，造成局部不通，不通则痛。您把好血引过去，把淤血冲散，自然就不痛了。揉太溪穴就是帮助冲散淤血。有人经常咽喉干，喝水也不管用，没有唾液，这是肾阴不足。揉太溪穴就能补上肾阴。太溪穴是元穴，元穴的意思是既补肾阴，又补肾阳。如果女性朋友来月经的时候肚子痛，这时揉太溪穴很管用。有的人肾绞痛，尤其是体内有肾结石的时候肾绞痛，那么平常多揉太溪穴就能防治这种症状。有人痛风、尿酸过高，这是尿里毒素太多了，每天揉太溪穴能从源头把这个问题解决。有人得了肾炎，排不出尿来，揉太溪穴也能帮助把尿毒解掉。太溪穴还可以治先天性抽搐，如果大脑受伤，它还有辅助调养的功效。因为脑髓是肾所主，跟肾经有极大关系，所以要想调养后天受伤的大脑，就要好好刺激太溪穴。有的人患有厌食症，古人管厌食症叫饥不欲食，看到吃的东西虽然饿，可就是吃不下去，这也是肾虚造成的。因为肾经的循行路线是从喉咙直接通着肠胃，所以太溪穴还能治疗厌食症，还有像胸闷、支气管炎、哮喘等，太溪穴都可以治，因为肾经都经过这些病所发的位置。老年痴呆也是肾虚的一种表现，而打通肾经就可以防治包括老年痴呆在内的各种老化症状。有的人年纪轻轻就患上了遗尿症，最苦恼的是憋不住尿，只要活动幅度稍大，就会尿失禁，甚至都不敢大声咳嗽，更不敢大声说笑。其实就是肾气虚弱导致无法顾色缩尿。只要在他后背的肾腧穴上左右各拔一个真空罐，同时按揉左右的太溪穴各10分钟，只要坚持20来天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工作了1天，很多人都觉得腰痛或者腰酸，其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，按摩太溪穴就好了，症状很快就能缓解。女性朋友容易手脚冰冷，每天晚上睡觉前刺激太溪穴，坚持1周时间，手脚就会变得暖暖的。有一些女性追求事业上的成功，到想要结婚生孩子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的年纪有点大了。结婚还好说，可生孩子就是高龄产妇了。由于长期做工作狂，这类女性的脸上通常都有虚寒之象，也常常手脚都是微微发凉，这是阳虚的表现。阳虚则不达四肢，气血到了四肢已经没有鲜活的力量了，因为不能给手脚带来温暖。我们经常看见韩国电视剧里，女人们一结婚就跟着婆婆去抓中药，为什么好端端的要吃药呢？其实她们就是为了暖宫。女人暖和了才能焕发勃勃生机，才能怀孕生孩子。其实我们不要光想着什么方法能治老年痴呆，
治耳鸣、治牙齿松动，只要把肾经打通，这些症状就全没了。那么，说到这里，有的朋友或许会好奇，太溪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穴位？为什么有如此之功效呢？太溪是肾经的原穴，也就是说肾经的元气大汇于此，是人体当中元气旺盛而又尊贵无比的地方。古代医家称其为回阳九穴之一。我们都知道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，中医说肾阴和肾阳是生长发育的根本，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皆根植于肾，肾一旦出现问题，人体就会百病丛生。而作为肾经的原穴，太溪的作用自然是非常巨大的。肾经上的很多穴位都能治这些病，我们一定要灵活运用。虽说太溪穴治这个，然谷穴治那个，涌泉穴也可以治什么，但用的时候一定要灵活。您不能说书上写着太溪穴是治咽喉痛、咽喉干的，但没说然谷穴治，您就不揉然谷穴，这样就麻烦了。所以当您有这些症状的时候，哪些穴位最敏感，您就赶紧多揉它。如果今天管用的这个穴位到第二天揉的时候不痛了，您就换那个最敏感的去揉。记住这一点。比如说您今天咽喉痛，有几个穴都治，太溪穴治，然谷穴治，涌泉穴也治。可是您揉涌泉穴的时候不痛，那就别揉涌泉穴。揉然谷穴还不痛，也不要去揉了。再揉太溪穴痛了，就揉太溪穴。这时候太溪穴就管咽喉痛。按摩这个穴位是用对侧手的拇指按揉，也可以使用光滑的木棒按揉，要注意力量柔和，以感觉酸胀为度，不可力量过大，以免伤及皮肤。